5000块一个老婆盲盒，一经出售概不退换，是俊是丑，是肥是瘦，全凭个人运气。这样的交易正中老光棍的下怀。只见他们跟着媒婆东拐西绕，来到一家极其隐秘的旅行社。卖家将钱清点完后，允许他们将早已准备好的麻袋搬走。有了这麻袋里的女人，光棍们的后代就算有了着落。看着同车的2个男人都买到了婆姨，没钱的满意打心眼里羡慕。川婶表示要帮他留一个，满意却笑着说不着急。此时麻袋里的女人尿在了车上，买她的男人未来十分恼怒，对着麻袋就是一顿狠毒的拳打脚踢。满意立即出言制止，你把婆姨当牲口了。我愿意咋地就咋地，你心疼，你心疼你自己买可心疼。未来的一番话直戳满意的痛处，他当即下车自顾自地回了家。满意咽不下这口气，便拿出多年的积蓄一张一张的数，但零零散散加起来不过才2819块，连半个婆姨的钱都不够。婆姨谁不想要了？最便宜也要4000块，我这什么时候才能凑够一个婆姨了？另一边，二柱跟他娘拉着装着女人的麻袋，怒气冲冲的要找川婶算账。原来同样是花了几千块，二柱买来的女人却是个哑巴。川婶不肯还钱，拔腿就跑，但很快被母子俩拦住了去路，他们非要退货不行。无奈之下，川婶只好答应帮他们再找一个。然而还没等他转过身，麻袋里的哑巴就趁机逃走了。川婶大喊大叫，跑步去追。干活路过的满意听到他的叫喊，连忙从对面截住了哑巴的去路。前有狼后有虎，哑巴索性朝旁边跑去，但眼前只有一个湖泊，哑巴没有过多犹豫地纵身一跃。之后满意与川婶将他救回了家。看到哑巴侥幸活了下来，川婶觉得不可思议。自从柳絮跳湖后，后来的几个女人都在那里没了命。川婶口中的柳絮是满意年轻时的初恋，但两人不仅没能修成正果，柳絮还被家人逼得跳了湖。满意为此伤心不已，他便时常扛着铁锹在夜里偷偷填湖。川婶正忧愁怎么将哑巴转手出去，眼珠一转就打起了满意的主意。你愿不愿意让他做你的婆姨？然而满意单身多年，如今只想找个能陪自己说话的。他嘴巴不会说话，眼睛会说话噻。他身子是暖你噻，可以给你暖被窝，还可以给你下崽噻。听完川婶的一番话，犹豫不决的满意改变了主意。他拿出自己攒下的2819块，将哑巴给买了下来。在同一天时间，同村里未来家正大摆宴席，邀请街坊邻里去喝他的喜酒。李未来的婆姨也是从人贩子手中买来的，但相比他家阔气的排场，身无分文的满意只能炒上几个菜，再点上根红蜡烛，简单走个流程。尽管生活简朴，满意却从未亏待过哑巴。哑巴不肯上厕所，满意就动手修缮茅房；哑巴不愿行房，满意就抱着芦花鸡在外面过夜。他给哑巴做饭，帮哑巴刷碗，就连清晨芦花鸡的几声叫喊，他都担心会不会将哑巴吵醒。满意不想强迫哑巴，他觉得时间长了总能真心换真心。但这天吕未来的媳妇儿喝了农药，满意跑去看时，女人正躺在床上口吐白沫，几人赶忙让发小出巴开车将人送进医院。满意想起家里的哑巴，于是飞快赶回家中，一口气将屋子里所有锋利的器具全部收了起来。我知道你做了我的婆姨，受委屈了，只要你好好的活着跟我过日子，你别死也别跑，你说咋地就咋地，我全听你的了。之后满意照常来到湖边陪已逝的柳絮说话，但这一次他多了一些请求。满意实在太担心哑巴想不开，希望柳絮在天上能保佑他平平安安。由于满意每次出去都会把门窗紧锁，被关在屋内的哑巴试了许多办法都没能逃走，他只能另想出路。于是这天满意下班回家，就看到了哑巴做好一桌饭菜在等他。满意顿时心花怒放，以为自己的真心付出终于有了回报，他从此干活更加卖力。刚拿到工钱，就去小卖部给哑巴买了一瓶洗发水。哑巴感激满意，对他的态度更加友好。反倒是李未来这边，他喝农药自尽的媳妇儿虽被救了回来，但他的精神状态似乎出了问题。李未来脾气暴躁，动不动就对他拳打脚踢，女人被吓出了尿炕的毛病。满意虽多次劝阻，但李未来始终不以为然。由于总是在院子里睡觉，没过多久满意就患上了重感冒，
听着那一声声的咳嗽，哑巴变得于心不忍。第二天就主动将被子晒了出去。满意见状，立即在院中拉起晾衣绳。到了晚上，房间里就多出了属于满意自己的被窝。两人虽然同睡在炕上，但中间隔着一张桌子，眼看关系又近了一步，满意高兴得不得了，以为哑巴终于愿意跟他好好过日子。隔天一早，哑巴告诉他家里没有酱油了，满意便兴奋地跑去打酱油，临走时却忘了锁门。哑巴看着敞开的大门，此时不跑更待何时？然而他还没跑多远，就被李未来逮住，转身又看见提着酱油回来的满意。满意发觉被骗后十分气恼，他将哑巴扛回家，用木板将窗户全部封上。哑巴好不容易与他建立的信任，在这一瞬间化为乌有。满意虽然窝着一肚子火，但他除了不让哑巴出去，还是一如既往地对哑巴好。但这天二柱突然找上门来，他不愿高价买来的女人就这么便宜了满意，要么满意再拿1000块补偿他，要么他就将哑巴领走。此时的满意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哑巴被二柱扛走。打，二柱打，使劲打，打，使劲打，打坏了他就不敢跑了。哑巴因为想逃跑，被揍了整整1个晚上。满意将借来的钱一把摔在炕上，背起哑巴就往家走去。原来自从哑巴被二柱领走后，满意就担心的睡不着觉。他找初八借钱时，初八劝他有了这些钱不如换个新的，但满意不肯。在回去的路上，哑巴将内心的委屈化成拳头捶在满意背上，满意一声不吭地承受着。忽然他脚下一滑，两人重重摔倒后就朝坡下滚去。满意停下后连忙拦住哑巴，此时的哑巴已经昏迷，身下还渗出了许多鲜血。满意顿时慌了神，他脱下外套给哑巴保暖，自己则跑去找初八救人。随后哑巴被送往医院救治，医生告诉满意大人孩子都没事儿。满意顿时有些发懵，原来哑巴已有3个月的身孕。此时的他正拼命寻求救助，想将自己被拐卖的消息传出，然而他的举动却被认为是精神有问题。回家以后，满意专门做了好吃的给哑巴补充营养，看到鲁花鸡偷吃哑巴的饭，便毫不犹豫地将它撵了出去。为了给哑巴更多的自由，满意主动拆掉了窗户上的木板。他还向哑巴坦白，我不是我的，可我也认了。哑巴被满意的真诚打动，感激的泪水也从眼角滚落下来。然而到了晚上，一直陪伴满意的芦花鸡不见了踪影。满意在村里苦苦找了一夜，直到第2天清早才发现芦花鸡死在了鸡窝里。满意很是悲痛，他将芦花鸡葬在了湖边，就像当初下葬初恋柳絮那样。孤独半生的满意再也不愿失去任何东西，他跑回家发疯似的欺负哑巴。在哑巴的拼命反抗下，满意总算恢复了理智。此时李未来家突然传来尖叫，满意赶过去时，已经有许多人围在那里。李未来的媳妇儿双手沾满鲜血，据说她忍受不了虐待，趁家人午睡时将丈夫捅死了。满意担心哑巴也会破罐破摔，便打开房门任他自由出入，哪怕他要跑也没关系。满意自己也找了个看山的活，很快就要搬走了。然而当满意放下执念之后，哑巴竟主动提出帮他洗头，还告诉他自己的名字叫柳絮。满意难以置信，没想到他曾经深爱的初恋竟会以这样的方式出现在了自己身边。但就在满意沉浸于激动中时，警察找上了门。原来上次哑巴在医院里捡到根笔，他便将自己的事情写在了病床上的枕头后，刚巧被一位需要住院的记者发现。记者随后带着枕头报了案，警方立即采取行动，将川婶、二柱、满意等拐卖妇女的人员悉数抓获。满意入狱以后，哑巴重获了自由，他感念满意的真诚相待，便多次过去探视，可满意一次面也不愿见。故事的最后，在监狱长的要求下，满意终于肯面对哑巴。影片中，尽管满意一直尽全力地对哑巴好，但本质的目的不过是想让对方留在自己身边。哑巴作为被拐卖的妇女，需要的是自由，是相应平等的权利。参与了人口买卖，无论是对女性的善意或是打骂，都不能逃避法律的制裁。剧中的哑巴获得了解救，但在现实中，不知还有多少受害人被罪恶的锁链牢牢捆绑。他们的可悲之处在于，哪怕见到了光，温暖还是照不到身上。当一个蓬头垢面的女人发出求救，请不要选择漠视，也许正有一道无形的枷锁正束缚着他们的自由和生命。
也许一点小小的爱心就能帮他们挣脱苦难。